英才，今天数学补习老师要给你做模拟考试，你准备好了吗？有一些难题我不会，我看看。老师说，如果我考好，就会买给我喜欢的卡。这几题只要背好公式，应该就 OK 了。没有时间了，老师就快来了，怎么办？你真的很想要那份遗物？想也没用，一定是不可能拿得到的。为什么不可能？英才，你进步很多。老师，我花了好多时间练习的。老师说过，只要你肯用心，你一定行的，对吗？我的礼物呢？谢谢老师。英杰，弟弟在补习，你站在门口干嘛？老师，哎，袁太太，英才数学进步很多，模拟测验拿了90分。真的啊？英杰，你干嘛打扮成弟弟，还带他做测验？啊，你是英杰？你竟然骗老师！英才，你们串通好了骗老师？不是我出的主意，你不要怪弟弟。你是哥哥，竟然教坏弟弟！妈，不是，哥哥只是想帮我，是我的错，我以后不敢了。不是我的错，要罚就罚我。哎，袁太太，我看算了，他们已经知道错了。我再给英才做一次测验吧。你们看，老师帮你们求情，赶快跟老师道歉。对不起，老师，以后不敢了。好了，英才过来测验吧。老师，我才是英才。你看我又搞乱了，你们两个真的很乱。想不想我都无法逃避，走不走我只等你说一句。忘不忘我都无法抽离，见不见我们都无法离析。错与不对不是同等距离，爱与不爱都是心虚。我可以原谅，但我学不会忘记。爱可以重来，却无法擦去记忆。掩盖了痕迹，却残留它的气息。别忘了说道歉，你要带着诚意和说不出的秘密。其实，我上次看到他，我看得出他的打击不小，但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安慰，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形式。最亲的人，以这种猝不及防的方式离开，对谁都是无法承受的打击。是需要时间慢慢平复的。
这种心情我感同身受。小磊，5年前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买 banana cake？一整个我们怎么吃的完？这应该是我这次回来吃的最后一个pandan cake了。我明天就要离开了。谢谢你这阵子的教导，让我的法语进步的这么快。下次你来巴黎，我就安排你住靠近我家的酒店。如果你不介意，你也可以住我家，到时到我当你的导游。好啊，一言为定。最后一天了，要不要再玩一次敢不敢的游戏？你想挑战什么？江小磊，你敢不敢当我的女朋友？现在不用给我答案，明天在机场，你再告诉我。喂，英杰，我要出门。小磊，舅舅，什么事啊？小磊，不好了，出事了！什么事？你爸妈发生车祸，伤势很严重，你快点来医院。Under a cloud and you can't find your way out, when you can't tell apart the days and the silence feels so loud, when you give up everything for something new, just to be left with a memory of you. Oh, you're still mine. 那时候我父母没预警的走了，我的人生一瞬间跌到了谷底，全部乱成一团。我突然就变成了孤儿，我甚至连他们的丧礼是怎么完成的，都是一片空白。那种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恐惧，真的好无助。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我打了很多次电话给你，发了很多简讯，但是你都没回应。你现在理解我为什么没有回应你？可是后来呢？
等一切都过去了，你还是可以找我，联系我的。那只不过是一场游戏。5年前我们相遇，也只是萍水相逢。萍水相逢，那2个星期，难道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那天没有出现在机场，就表示我输了。毕竟相隔2地，我们也没有给彼此任何承诺，何必那么认真？你害了我的儿子，你好意思在我面前出现啊？他不是我害的，是一登自己有精神病。他本来没事啦，是你刺激他让他复发的。他是被其他同学霸凌，精神病才突然复发的，而且他一直针对我，我也没有去惹他。你跟你老师搞肮脏的事情，你我不知道吗？现在我儿子在医院里面呢，是你害他的。怎么可以把这件事赖在我的头上？是一登真的有精神病。一包糖想原谅你，你走开吧你！文叔，我点太多菜了，一起吃吧。吃饱了你自己吃吧。蜂蜜柠檬可以舒缓你的咳嗽。谢了。文叔，一等发生这样的事情，身为父母，你心里肯定很难受。对不起。为什么突然跟我说对不起？我儿子之前一直要伤害你几次，我替他向你道歉。是，都过去了。其实我知道为什么你这么不喜欢我，因为我这张脸跟你才长得一模一样。我明白，你的出发点是因为你爱儿子，你是个好父亲。你跟你弟弟是2个不同的人。我看到你的脸，我心里不舒服了。其实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很难过，你就别再怪上美了。其实他很关心你的。本来一等的病情是稳定了，所以要求校长给他在这里读书。他本来就没事了，谁刺激他？谁让他病情恶化？还不是那只狗男女？别这么激动，快点来。我说真的，你弟弟也太过分了，跟女学生搞师生关系就算了，干嘛假公济私？早知道会刺激一等的话，我去告发他们。都是我自己不好，没有好好保护我的孩子。其实我看过尚美的作品，她画的真的不错。当然，一等也很有天分，不过艺术本来就是很主观的。人死了，你怎么说都可以的。文叔，你们一直说我弟弟很偏心，会不会是误会？有时候谣言传来传去，假的也会变成真的。什么谣言啊！我亲眼看到他们为了感情事情在吵架的，我亲眼看的。求求你听我解释好不好？你都结婚了，还解释什么？怪我这么相信你，你竟然骗我！你误会了，我跟爱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亲眼看到了，还不是真的吗？原来是我太傻，太天真了，才会那么信任你。原来之前你对我的好，
全都是假的。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关系了。听我解释。我不想再听了，我不想再看到你了。你想再过来，我就对你不客气。这学校里面干什么？上面。上面，上面别跑！哎，你小心点啊！怎么倒那么多胡椒粉？看你心不在焉的，在想什么啊？妈咪，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什么事啊？我想要退学。你不是刚升上第2年吗？为什么突然间想要退学啊？我想出国读。我以为你很喜欢 New Wave。那是之前，现在新老师的教课方式又古板又沉闷，我觉得是在浪费时间。那你没有跟学校反映这件事呢？你之前不是一直鼓励我出国，问我要不要到欧洲报读艺术学院吗？我是因为舍不得你，所以才先在 New Wave 读读看的。怎么啦？后悔了吗？我是想通了，我喜欢雕塑，而且欧洲有很多标志性的雕塑作品。反正我读完书也想要出国，不如现在就先出国，然后在那里适应环境，结交新朋友。好，不管你想在哪里读书，只要你开心，妈咪一定会支持你的。谢谢妈咪，这样我明天就回学院办退学。吃吧。小李，你有看到九瑶吗？没有，怎么了？英杰今天突然请了病假。英杰。你怎么来了？你没事吧？我听说你生病，我按了门铃大半天，你都没开门，我还以为你晕倒了。差不多了，又吐又泻的，我跟马桶快要融为一体了。还能开玩笑就表示没事？什么没事啊？我差点就死了，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同情心呢？那你现在还好吗？我带你去看医生。看过了，医生说我食物中毒。进来说吧。那你为什么没有接电话？接什么电话？我电话都没响。家里没电了。你怎么都没注意到，害大家担心你。所以你就特意来找我？原来你这么关心我呢？是阿武老师，他怕你一个人在家，担心你晕倒了没人知道，万一上新闻头条就惨了。所以是阿武老师叫你来找我的。不过你这么听话又愿意来，你是在乎我的。你还没吃午餐吧？我去帮你把粥弄热。你还煮了爱心餐啊？对我这么好？是买的。像你这种情况，最好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减轻胃的负担。粥中含有水分，能助于防止脱水。这么细心又这么照顾我，你说我应该怎么报答你？不如就以身相许。你是食物中毒，不是脑袋中毒，不要趁机占我便宜。5块拿来。什么5块啊？买粥的钱。需要算到这么清楚吗？你真的很无情。
我没有算你车马费还有送货的劳力费，已经算很大方了。喂，喂，英才吗？英才，我是妈妈。妈，什么事？你的声音怎么了？感冒了？生病啦？你有去看医生吗？看了，只是小感冒。要好好照顾自己啊。英姐呢？柯促旭打包食物给我。哦，我打了好几通电话找他，一直都打不通。手机应该没电了。啊，妈，现在巴黎还不到早上7点，你这么早打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我的手机不见了，换了一个新的电话卡和号码。我担心英姐找不到我，你帮我跟她说一声，这是我新的手机号码。知道了。英才，你和爱心一切都还好吧？都很好。那就好。等你们的婚期定下来之后，我再安排和英杰一起飞回去参加你的婚礼。对了，你度蜜月可以来巴黎，我叫你哥替你安排，带你出去玩。妈，我喉咙不舒服，不能说太多话。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说了。你要好好休息，不要太操劳。那我挂电话了，拜拜。好吃好吃，超好吃！江小磊的出品果然是极品。我是从小贩中心买的，我只是弄热而已，有这么夸张吗？经过你的加热，这碗粥就加了满满的同事爱，怎么会不好吃？刚刚跟你通电话的是你妈妈对吗？是啊，他找不到我就打电话给英才。你还没告诉他英才的事？怎么样？我装的还不错吧？像不像英才啊？可是你这样骗他，真的好吗？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说。但是在巴黎，他知道英才要结婚的时候，一下子要买礼物，一下子要买礼服参加他的婚礼。他还说，感觉英才终于找到幸福，让他放下心中的大事。这是一般当父母的心情吧？我从小跟英才就分隔两地，我妈一直觉得把他留在新加坡，对他有一份的亏欠。每次提到英才的时候，他都想要弥补他，但现在只剩下遗憾了。可是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但我真的很难想象，我妈知道英才是自杀的，她会有多难过。我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哥哥，整天只忙着工作，要完成手上的 project。这次回来新加坡，就是要帮他筹备婚礼，但怎么知道会是永别？如果早一点回来新加坡，如果多关心他，或许他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至少你妈难过，你可以关心她、安慰她，你还可以代替你弟弟孝顺她。而我呢，爸妈走了，就剩我一个。你怎么会是一个人呢？你还有你表姐。我爸妈离开以后，我就住进舅舅家。
虽然舅舅和表姐待我就像一家人，但是我始终还是觉得自己像是流落在大海里的浮木。那时候你一定不容易。你慢慢吃，我也该回学院了，免得打扰你休息。小磊，江小磊。 You're not alone in the struggle you face. I'll be your shelter, your fortress, your grace. When you feel like giving up and you're lost in the night, in your darkest hour, I'll be your l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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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昨天 MC 是生了什么病啊？”肯定是相思病。哈哈哈，我生的是香港脚，我脚很臭，要不要秀一秀啊？我又不想熏死你。上课吧。有谁没来啊？哎，你弟弟有女朋友没有来？你今天早上是没有刷牙是不是啊？为什么嘴巴比我的脚更臭？有谁知道为什么尚美没来吗？佳琪、Coco，善梅说她要退学了，退学？为什么？不知道，她没有讲。是不是你们三个又欺负他了？喂，老师，屁可以乱放，话不可以乱说。对啊，还有你罩着他，我们哪里敢动他一根毛？是啊，跟她做好朋友都来不及。哎，老师，是不是他发现你有新的目标啊？哦，对哦，老师你不好，借你4000。他黯然神伤，自然就申请退学喽。很好笑吗？你们三个是不是要留下来刷lesson？好了，上课了。嗨，你好，我是上面的老师，我叫袁英杰。袁英杰，很多人看到我的第一个反应都跟你现在一样，一直盯着我看。不好意思啊，你跟英才老师真的是长得实在太像了。因为我是英才的孪生哥哥。我是尚美的妈妈，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他今天没上课，我打电话给他，他也没接。尚美她不在，你找她有什么事呢？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关于他退学的事。哦，进来坐吧。谢谢。你想要知道些什么？尚美突然退学，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是不是在学校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你想太多了，她只是想要出国读书。为什么突然想出国？换个环境啊，去欧洲留学。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他是因为学校里的一些谣言而退学的。
谣言？什么谣言呢？有人说我弟弟，我是说英才老师，他在过世之前跟尚美谈恋爱，这件事你知道吗？不可能的，我家尚美很乖的，很努力读书，而且成绩也是不错，她从来不搞男女关系的。你真的这么相信他？我不相信我的女儿，难道却相信外面的可笑谣言？其实尚美也不是突然间想要出国留学的，之前我一直鼓励她出国读书，可是她不想和我分开，那我就给她报名 Neway。现在孩子长大了，想要出国读书，多学一点东西是一件好事，不是吗？有进取心当然是好事，可能我真的想太多了。我只是担心像大家所说的，他跟我弟弟闹分手，然后我弟弟又突然自杀，太难过，所以才想要离开。我都说了，那些谎言不是真的，没谈过恋爱哪来的分手呢？可是之前真的有人看到英才和尚美吵架吵得很厉害。陆女士，我能叫你陆女士吧？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对你女儿的了解到底有多少？我承认尚美的确是很喜欢英才老师，不过那纯粹只是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崇拜，而且英才老师一向来对每一个学生都很亲切，常常打成一片。那如果因为这样而乱传谣言，那全世界的好老师不是跟他们的学生在搞师生恋吗？当然不是。不是就好。既然你弟弟已经过世了，我看事情也应该有个了结了，不是吗？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约了人。不好意思，打扰了。回来了，妈咪，怎么这么迟啊？我跟Coco他们一起做作业，忘了时间。你不是决定退学了吗？还做什么作业啊？是最后的分组作业，我想把它好好完成。尚美，是不是有什么事？是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没有啊，不会有什么事。袁英杰来找过我，他来做什么？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英才的哥哥就是你们的老师呢？他只是这个学期的课座老师，不是学院的老师。他到底来做什么？他是来问我你退学的事。他还说，有人看到你和英才老师在学校吵架，他是来试探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这个人怎么那么烦？一直问，一直问，在学校缠着我还不够，还跑来家里。老实说，你是不是因为不想看见他，所以才决定退学的？每一次看到他，我就会忍不住想起那个男人。你这么辛苦，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不想你担心。那个袁英杰一直追查我跟那个男人的事，说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事？听他的口气，他应该什么都不知道。都怪妈咪话，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好好的保护。都是那个男人的错，是我太天真，以为他是真心的。人都已经死了，全都过去了。我很怕，如果被袁英杰发现什么，那怎么办？你不要怕，
我们会保护你的，不会有事的。谢谢老师。是赠品吧？之前说好的，给我现金。谢谢。为什么把钱放在这里？妈妈，善美为什么会给你这么多钱？我帮他买东西，他还我钱。还你钱为什么要把钱放在老哥？你跟善美是不是在进行什么交易？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没有，老师，你不要每次怀疑我做坏事。我是好学生来的。好学生会勒索同学？我哪有？我没有勒索善美。善美退学的事，是不是你勒索她、威胁她？没有没有，钱是善美自己给我的。你整天欺负她，她为什么要给你钱？不说是不是？那好，我带你去见校长，叫你妈妈来学校跟他们解释。啊！不要告诉我妈咪。我告诉你就是。那还不说？其实，英才老师死的那天早上，我因为前一晚在学校过夜，所以不小心看到善美跟英才老师上天台。这两个人一大早就偷偷摸摸，还不被我抓到。善美，你怎么在这里？你干什么？哎呀，妈咪，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昨天在朋友家做 project。我跟你讲了，你怎么又忘记？我也跟你讲过，不管多晚都要回家。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在外面过夜？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同学。我们真的是在赶 project， 太累了，所以不小心睡着了。我等一下回去再跟你说 ，OK？ 你们很不够义气耶，昨晚丢下我一个人。
我们昨晚喝完之后啊，就去厕所，去了厕所，整个人就不回家哦。不要生气啊，我们请你喝 bubble tea。跟你们讲，昨晚幸好我在这里睡，让我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什么秘密？去看去看，走。看到英才老师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地上，我们3个都吓傻了。当时很多人都跑去看，到处乱成了一团。我在混乱的人群中也看到了善美，她的样子看起来很害怕，像是做了亏心事。是善美，是她杀了英才老师。老师，你找我？我已经退学了，你突然叫我回来这里干什么？怎么了？你看起来很害怕来这个地方。没有啊，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先走了。是你杀的。什么？我弟弟，英才老师，是你杀的，对吧？不是的，你不要乱说。我有证据证明，我弟弟临死之前是跟你在一起的。所有的谣言都是真的。你跟英才一直都有感情纠纷。当你知道他跟爱心要结婚的时候，你不甘心，所以就纠缠着他，对吧？不是的，事情不是这样的。不要再否认了。我有证据证明，我弟弟临死之前，你跟着他来这个地方。尚美，你怎么在这里？你干什么？你这个疯子，这个欺骗我，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你冷静点，尚美，相信我好不好？是我做错了，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对不起。放开我！尚美，我把你杀了！因为他抛弃你，因爱成恨，所以就要把他杀了。你还制造假象，让所有的人以为他是自杀的。我真的没有杀人，我没有。如果不是，那为什么警察问口供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提到那天你跟我弟弟在天台？你分明就是做贼心虚。不是这样的，我当时的确跟英才老师吵过架，不过我很快就离开了。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天台掉下来了。你敢说你跟英才不是因为感情问题才纠缠不清吗？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但是有人看到你们一起进酒店，也有人看到你们吵架，你用美工刀威胁他说不会放过他，这一切都证明你们的关系一点都不简单。我没有，是他一直不肯放手，一直纠缠，他是个疯子，我真的没有跟他。跟他什么？说啊！如果真的不是，你就拿出证据证明你是清白的。我真的没有杀他，我真的没有。你不要再问了，不要逼我，我真的不能说。你不肯说是吗？那好，我把证据交给警方，你好好的跟他们解释。
谅，但我学不会忘记。爱可以重来，却无法察觉记忆，掩盖了痕迹，却残留它的气息。别问我说道歉时，请带着诚意。